大家好，这里是 Jeffrey Tech。转眼已是6月，6月的到来意味着 iOS 18也离我们越来越近了。现在距离今年的 WWDC 活动时间仅剩1个星期，大量的爆料以及相关消息仍在出现。近日，彭博社记者马克·古尔曼又分享了一些 iOS 18系统的相关细节。iOS 18的主要看点将集中在 AI 方面，已经没有悬念了。马克·古尔曼分享新消息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个坏消息，那便是 AI 新功能仅限 iPhone 15 Pro 机型以上专属。另一方面， iPhone 在中国地区的降价促销也愈演愈烈， iPhone 15 Pro 降幅已经突破 25%， 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冰点。那么想体验 iOS AI 新功能的小伙伴，现在入手 iPhone 15 Pro 会成为性价比最高的选择吗？ Jeffrey 给出的答案是未必，原因我们后面来说。先来看 iOS 18的新消息。马克·古尔曼称，苹果计划在 iOS 18和 macOS 15系统中精简设置应用，重新安排设置应用内各个选项，并采用更简洁的布局，增强搜索功能，让其更易于浏览。iOS 18设置应用将启用全新的用户界面，重新组织布局，简化页面导航，改进搜索功能。此外，苹果还将会改进控制中心。macOS 系统的设置菜单选项也会调整，会按照优先级和整体重要性来衡量，重新排列 macOS 设置选项。综合目前消息来看，可能出现的具体调整如下：通知和声音类别将下移，常规设置将上移至网络设置之下，现有的壁纸和显示部分不再有专门部分，和常规设置、辅助功能设置等放在一起。隐私和安全将和 Touch ID 和密码以及其他相关设置放在一起。Siri 和 Spotlight 将和互联网账户和游戏中心放在一起。据相关科技媒体报道，苹果 iOS 18系统将为 iMessage 带来全新的文本特效特性。目前 iMessage 已经支持通过气泡特效或全屏特效发送信息，而即将上线的文本特效可以基于用户信息中的单词，将其制作成动画。此外， iMessage 还将引入 AI 自动完成工具，能够基于用户的描述扩展显示相关信息。据相关科技媒体爆料，苹果将会在 iOS 18系统中为无边际 Freeform 应用扩展推出 Scenes 的全新导航功能，并添加对象对齐的新选项。全新的 Scenes 功能，用户可以选定特定段落，然后使用 Scenes 标记并命名为自己想要的名称。后续可以在阅读其他内容的时候快速返回到标记段落，并支持多人协作编辑等操作。消息称 Scenes 功能兼容 iCloud， 意味着标记的段落可以云端同享，让用户可以更方便的共享和编辑。macOS 15无边际应用还将会引入对齐网格 Snap to Grid 功能，能够基于现有的网格调整对象的位置和对齐方式，激活后用户可以精确的对齐对象和元素。综合之前的内容可以看到，苹果此次除了针对功能方面有一些升级和更新外，其重点是 AI 的应用。Jeffrey 此前已经跟大家分享过 iOS 18将加入诸多 AI 新功能，这里再来总结一下。 AI 新功能包括更智能的 Siri， 基于大型语言模型技术，类似于 ChatGPT 和谷歌的 Gemini 等平台，与 Siri 的更自然互动。为 Apple Watch 设计的更高级的 Siri 版本，优化了在进行的任务。AI 照片修饰，语音备忘录转文字，改进对邮件和信息的回复建议，可结合上下文语境判断回复更合理的内容。根据用户信息内容自动生成表情符号，为任何场合提供全新的表情符号，超出现有目录。改进的 Safari 搜索，支持网页橡皮擦功能，更快更可靠的 Spotlight 搜索，智能整理用户错过的通知和个别信息，网页、新闻文章、文件、笔记等。更智能的 Xcode 开发者工具，可以完成代码快，帮助测试应用程序等。听到这里，大家是不是已经迫不及待体验 iOS AI 新功能了？先别急，先看看你手上的 iPhone 是什么型号。据马克·古尔曼称，并不是所有 iPhone 机型都能使用 iOS 18的 AI 功能，许多端侧 AI 功能需要 iPhone 15 Pro 及以上机型才能运行， iPad、Mac 等产品则至少需要 M1 芯片。简单来说就是，苹果希望可以用 AI 来吸引更多的用户更新自己的苹果设备，加速旧设备的淘汰。因此，如果用户想要深入体验 iOS 18的 AI 新功能，可能还要把设备升级至 iPhone 15 Pro 以上机型才行。
不得不说苹果真是刀法精准，手里的 iPhone 14 Pro Max 瞬间不香了。Jeffrey 在这里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影响 AI 性能的几个要素。目前来看，想要 AI 体验好，需要处理器性能好，加专门的 NPU 模块，加大内存，加足够的功耗。所以消息一出，也有不少媒体表示，可能就是以前的处理器在 AI 方面的性能与爆料所提及的处理器差距太大，使得苹果为了 AI 性能和 AI 体验放弃了旧设备。目前还无法确定苹果是否真的会这样做，需要等到发布的时候才能得知。那么你会为了体验 iOS 新的 AI 功能而换机吗？说到换机，又是一个让果粉们纠结的话题，尤其是今年 iPhone 15在最近中国市场的电商促销活动中，包括官方旗舰店在内的各大平台连续降价。目前 iPhone 15 Pro 的降价幅度已经超过了 25%， 对于想要入手新机的小伙伴，现在无疑是入手 iPhone 15的最好时机。而且根据前面马克·古尔曼的爆料， iOS 18的许多端侧 AI 功能需要 iPhone 15 Pro 及以上机型才能运行，势必成为大家换机的动力。不过如果大家抱着体验 AI 新功能的目的换机的话， Jeffrey 要劝你再想想了。众所周知，苹果在手机存储空间上表现非常吝啬，无论是运存还是内部存储都是如此。iPhone 15系列最高只提供 8GB RAM 运存，内部存储空间则是 128GB 起，而这个空间已经被高端安卓平台手机淘汰了。此前苹果一直表示 128GB 够用，甚至还引以为豪。苹果对于存储规格是有着自己的想法的， 8GB RAM 的运行内存在 iOS 系统的支持下是可以确保流畅性的，在够用的前提下自然要节省成本。至于 128GB 的存储空间，则是苹果赚钱的基础，更高的存储空间需要消费者花更多的钱。但是今年苹果在新一代的 iPhone 16系列中，不仅会提升运存规格至 8GB 起步，还会大幅度提升存储规格到 256GB 起步。当然这并非是苹果本愿，而是被迫的，原因正是因为使用大模型 AI 功能，部署在端侧的 AI 大模型不仅需要算力支持，还需要足够的运行内存。这里我们可以参考三星，在此前的 Galaxy S23 系列中，三星只在 Ultra 版本中提供了 12GB RAM 运存规格，而在主打 AI 体验的 Galaxy S24 系列中，则全系提供了 12GB RAM 的运存规格。总之，苹果已经决定在 AI 体验上进行投入，那么苹果就无法回避手机硬件规格的提升。而 iPhone 15 Pro 的 128GB 起步容量，即便可以体验 iOS 18的 AI 新功能，估计也够呛。因此如果你决定现在低价捡漏 iPhone 15系列， Jeffrey 建议大家一定要选择高规格的机型。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你会为了体验 iOS 新的 AI 功能而换机吗？如果换机，你会选择降价的 iPhone 15系列吗？欢迎和我们交流互动。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